嗨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。金價喺呢個禮拜上漲咗1.3%，曾升至每盎司3693美元，創歷史嘅新高喎。換個角度嚟睇，今年年初金價為每盎司2623美元，短短9個月內呢，每盎司就上漲咗1000多美元啦。白銀呢，雖然呢亦都有上漲，但仍未突破2011年歷史高位48.7美元喎。咁最近黃金不斷創新高，今期呢我會分析下白銀為什麼總係徘徊喺40美元左右。咁白銀後市走勢又如何呢？事不宜遲，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。美國最新 PPI 意外下跌，8月最終嘅需求 PPI 按月意外下降0.1%，預期上升為0.3% 嘅，前值為上升0.9%，按年計算則上升2.6%，低於預期嘅上升3.3%。美國勞工部公佈，經季節性調整後，截至9月6號當週，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為263000人，按週增加27000人，市場預計為235000人。另外，美國聯儲局將於下週議息，而最後一項能影響議息結果嘅關鍵經濟數據，自然係呢個禮拜四公佈嘅8月消費物價指數 CPI。公佈8月 CPI 按月上升咗0.4%，較市場預期0.3% 為高。按年呢係增加咗2.9%。Fed Watch 工具顯示9月17號減息機率為93.9%，市場呢就進一步炒減息，三大指數齊創新高。截至9月13號各項指數印記，美匯指數報97.64，道指報45834點，標指報6584點，納指報22141點。黃金報3643美元，白銀報42.25美元，鉑金報1402美元。咁股市繼續狂升，令我想起巴菲特嘅名言喎：當別人貪婪時呢，你就應該恐懼。先睇下一則對黃金有利嘅消息，憧憬呢個月美國聯儲局開始減息啦，加上市場對黃金作為非美元投資需求殷切，黃金價格創新高，現貨金價喺禮拜二見新高每盎司3674美元之後呢，喺星期四亞洲時段呢，喺呢個3645美元水平整固。新奧銀行將年底金價預測從先前每盎司3600美元上調至3800美元，並預計到明年6月呢，金價或接近4000美元添。世界黃金協會最近宣布推出一種名為集合黃金嘅權益 PGI 嘅數碼化批發黃金框架，準備喺倫敦場外市場進行試點，被視為繼2004年推出 SPD Gold Shares 之後又一新咗，透過將大金條分拆成小權益，讓黃金不再是沒有利息嘅靜態投資，變成可以喺金融體系內周轉抵押生息，透過進一步金融化，將黃金資產盤活起嚟。呢個亦為金市咧帶來新嘅刺激。以下咧係以基本因素角度分析黃金未來嘅走勢。過去2年，黃金經歷顯著牛市嘅走勢。2023年價格上升咗12%，2024年進一步攀升近30%。今年喺全球貿易政策不穩定、美國聯儲局減息嘅預期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等因素推動下呢，黃金被視為避險嘅資產，持續表現強勁。今年3月金價首次突破每盎司3000美元，日前呢更升穿3600美元。亞洲對黃金強勁需求
正逐漸延伸至衍生品嘅市場啦。隨着金價上升，COMEX 黃金期貨於亞洲交易時段流動性大幅提升，以往亞洲時段交易量約佔總量嘅25%，而今年第二季此比例咧已升至近1/3以上。亞洲時段交易活躍度咧提升，反映區內市場參與者對衍生品嘅交易興趣日益濃厚，同時有助實現更高效嘅交易風險管理。展望未來，喺貿易政策、貨幣政策、地緣政治及經濟不確定性交織背景之下咧，金價預計將繼續成為投資者關注嘅焦點。根據世界黃金協會2025年全球央行黃金儲備嘅調查，95% 受訪者預計全球央行黃金儲備將於未來12個月持續增長，凸顯黃金作為避險嘅資產、地緣政治風險對沖工具以及價值儲存工具嘅作用。持續嘅地緣政治衝突、聯儲局潛在利率嘅調整、關稅政策變化同埋央行儲備策略嘅演變，均可能為金價提供支持。而言，金價處於歷史高位及全球經濟增長放緩，或會抑制珠寶銷售嘅需求。至於獲利回吐、潛在市場調整以及其他資產類別吸引力上升，亦可能限制咗金價上行嘅空間。喺市場參與者應對複雜多變嘅環境過程中，黃金有望繼續成為市場關注嘅焦點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請按下點讚同埋分享，呢啲都係免費嘅。不過咧係代表你俾我嘅支持。歡迎大家留言，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。金價繼續上升咧，係有呢個重要嘅原因添嘅。睇睇聯儲局同埋財政部正在推行政策就知道啦。冇錯，降息在即，但殖利率曲線控制也即將出台。呢兩個因素咧，將在2026年共同作用添，創造出幾年前我哋甚至還無法想像嘅金價。我哋長期以來一直將殖利率曲線控制視為當前貨幣體系嘅最終政策。此外，呢種策略咧並非從未嘗試過。二戰結束時，債務同埋 GDP 嘅比率同今日係相似嘅。殖利率曲線控制係美國喺1942年至1951年期間實施嘅政策。當時美國希望透過增長擺脫債務。如今已經係2025年啦。現在美國財政部咧仍舊使用同樣嘅語言。目前預計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喺下週會議下調聯邦基金利率25個基點。屆時咧關注殖利率曲線長期嘅反應咧至關重要。回想一下，去年9月聯儲局降息50個基點時，長債遭到拋售，基準10年公債殖利率喺接近落嚟嘅3個月上漲咗近1%。隨着聯儲局今年秋天開始降息啦，呢種情況會否再次出現呢？我相信超過4至5% 長期利率將對美國經濟造成毀滅性嘅打擊，並將對美國政府債務償還成本嘅管理構成極大挑戰。美國政府本財政年將於本月結束，全年債務償還成本將首度超過1兆美元。試想一下，如果美國失去對債券市場嘅控制，債務償還成本將攀升到乜嘢程度呢？無論如何，隨着聯儲局喺2026年下調短期嘅利率，以及殖利率曲線控制限制長期嘅利率，美國將開始實施經通脹調整後大幅負利率，即係實際嘅利率。歷史上，負實際利率曾為金銀價格飆升嘅。呢種可能性本身就係推動2025年金價上漲嘅因素。你能否想像到，如果該政策喺2026年成為現實嘅話呢，會對金價造成乜嘢嘅影響呢？正如周線圖上睇到，金價喺9月再次突破走高，
由於2年前開始啟動模式，持續不減，下一個目標價位將喺4000至4200美元。而下次盤整之後呢，呢種嘅瘋狂喺2026年必將加速喎。咁2026年初嘅目標價呢，將為5000美元以上添。最近黃金不斷創新高喎，曾升穿3560美元。現在呢，我想分析下白銀為什麼總係徘徊喺40美元左右，白銀後市走勢又如何呢？白銀價格咧近期達到41.6美元，創下2011年9月以嚟新高，但因技術性嘅超買同埋獲利了結而回落喎，未能進一步突破42美元關口，同黃金屢創新高嘅表現呢，形成呢個對比。白銀40美元被視為重要嘅心理同埋技術嘅關口，突破41美元呢，需要持續買盤支持嘅。白銀喺9月8號觸及41.6美元附近後呢，缺乏後續買盤嘅動力，未能站穩該價位。分析更指出，若白銀跌破40美元呢，可能進一步回調至39.5美元或38.5美元支撐位。呢個顯示市場對當前價格嘅穩定性存疑，限制咗進一步上漲嘅動力。國際白銀協會數據顯示，2025年上半年白銀 ETF 持倉量增至11.3億安士，反映投資需求強勁。但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庫存減少37%，尚未能達到引發實物擠壓嘅程度。有分析指出，白銀市場長期存在被操控嘅可能性，尤其是喺 COMEX 交易所，部分大型銀行持有大量空頭嘅合約，超過5億安士。國際市場推高銀價時呢， COMEX 開盤後常出現人為嘅壓制，限制白銀突破關鍵嘅價位。黃金市場呢，因規模較大，約為白銀嘅10倍，加上央行嘅參與，較少受到類似嘅壓制。但大家呢，唔使灰心嘅，多數分析師預測白銀可在2025年內或年底達到45至50美元。推動因素包括聯儲局降息、供應短缺及工業需求增加，如太陽能同埋電動車。若經濟數據支持嘅話呢，短期內呢可能突破添。估計呢最遲可能喺2026年初實現嘅。白銀對美元嘅敏感度高於黃金，因為工業屬性使其更易受到全球貿易中斷影響。美元指數於2025年下跌咗10% 㗎啦，呢個係利好白銀上升嘅。多數分析師睇好白銀後市嘅，預測佢可能喺2025年內呢達到45美元或更高，甚至咧測試50美元歷史高位添。時間點咧係取決於宏觀嘅事件。以下咧就係關鍵預測同埋嘅時機啦。若聯儲局喺9月降息，白銀可能快速突破41美元，於年底前呢達到45美元。LBMA 調查顯示，銀價可能上漲40% 至45美元，受到工業需求及供應短缺驅動。美銀預測銀價於2025年底或2026年初達到40美元以上，進一步上漲至45至50美元。花旗目標為40美元，但若工業需求如太陽能、電動車持續增長，可達45美元。當前金銀比約為86:1，白銀被嚴重低估，若比率收窄至70，銀價可追升至50美元以上。最近呢，我睇到有網友留言，佢係咁講嘅：老師，你講黃金啊真係叻，但係咧求你以後唔好再講股災預測啦，即係聽到咧有啲煩，好似出面嗰啲不負責任嘅講股佬，太冇意思啦。跟住佢又講，又2026年中，究竟幾時股災啊？我由2024年中已經開始相信老師你噶啦。上期咧你話2025年尾股災到，
今日咧又要話2026年中喎，會否喺4、5期之後咧又推遲到2027年中先會全球股災？我相信大家應該察覺到近年通脹咧就越嚟越高嘅，寫字樓空置率急升，而且價格不斷下降，企業裁員咧增加嘅，多國戰爭咧越演越烈，長債息口上升，國債不斷創新高，咁我對經濟前景咧係並不樂觀嘅。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，我估計2025年下半年咧美元繼續貶值嘅，滯脹風險為50%，而滯脹會引致股災，股災咧會引致經濟衰退，經濟衰退咧又會引致滯脹嘅喎。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咧，相信經濟衰退、股災同埋滯脹咧，最有可能喺2026年下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。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，但黃金版下跌咧只係短暫嘅，然後黃金版咧就進入大牛市，黃金會升至7663美元，版咧亦會升至118美元喎。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，變幻才是永恆，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。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，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喎。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，歡迎大家留言，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。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